吾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，在此与诸位结缘。在这章中，老子以一连串递进的修身路径，把德的扩散逻辑从个人出发，层层铺展到家、乡、国、天下。他没有高谈阔论，也没有繁复的哲思，而是以一种几乎像地质沉积那般自然的顺序，把人如何立身、如何立家、如何成国、如何使天下和顺，道出了一个核心原则：修德，且要从根本修起。整章的结构就像一棵向外扩展的树，根在自身，枝叶贯穿家庭社会，最终抵达天下。而最关键的是，老子强调的德，不是空谈仁义的表象之德，而是实践中的实质之德，是能抵御拔除、能牢牢抱持的那种力量。这种力量不依赖权威，不依赖强制，而是出自人与道契合之后自然呈现的一种稳定秩序。老子说：“善见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脱。”这句看似在谈建筑与抱持，实际上所言是内在稳定性的比喻。在工作情境中，一个人要立得住脚，靠的不是随机应变、临场应对的技巧，而是内在秉持的一种定力。这种定力的养成，不靠投机取巧，不靠外界权力扶持，而是要在长期的自我修持中形成。当你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做事、何道何德，久而久之，你自然会成为那种哪怕环境变动剧烈，也不会轻易被动摇的人。这样的状态不是咬牙坚持的强撑，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安定感。这也解释了什么叫善见者不拔，因为你不是用外力强撑的强，而是内里已成体系的构造。在现代职场中，这种内在稳定的修为尤为稀缺。很多人一旦职位发生变化，领导换人，政策调整，整个人就乱了阵脚。那是因为他们的立身之本并不稳，他们不是善见者，而是被外部结构维系着的浮动个体。而老子的智慧是让你从自身建起，从修之于身开始。一旦你的德真正扎根自身，不依赖他人目光，也不依赖组织奖惩机制，那么你无论处在哪种职位，都能稳定自守，这就是善见之德。再来看善抱者不脱，这不仅仅是说你紧紧抱住某物，而是说你对价值的坚持，对信念的执守，达到一种无可脱落的状态。在家庭关系中，这尤为重要。现代社会中，家庭常常因价值观不一致而走向破裂，或者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互相推卸责任。这种状况的本质，是因为每一个个体都缺乏善抱之德，他们不是真正抱住了家之本源，而只是临时依附在某种情感、利益或承诺之上。一旦这些表面的纽带松动，家庭关系也随之脱落。要让家庭稳固，老子提出的路径非常直接：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。意思是，如果一个人把德的实践带回到家庭中，那么德性便不只是个人之德，而会成为一种可以被他人感受、继承、放大的共通气质。比如你在家庭中以宽容待人，以节制力行，以尊重相处，那么这些行为本身会形成德的余韵，影响到家人之间的互动方式，也可能成为子孙后代的行为范式。德的可传性在家庭中尤为显著，子孙以祭祀不辍，讲的不是对神明的敬仰，而是对家族精神传统的延续。一个家若有德性之传，即使人去楼空，那份德也会在后代的记忆与行动中继续活着。这不是说非要形式上去做什么仪式，而是说你曾经怎样以德立家，子孙也会怎样记住这种德性的方式。
在现实中，这种传承往往体现在细节中，比如如何处理冲突，如何尊重长辈，如何对待弱小。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，就是德在家庭中积累与流转的渠道。老子在接下来的段落中，用一种高度秩序化的方式，把修德的过程层层展开。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于家，其德乃余；修之于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；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每一层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结果，而是上一层实践之后自然扩散的结果。这种逻辑的美在于它没有空喊理想，也没有试图设定某种顶层结构，而是从一个人最可掌控的自我出发，逐渐向外推进。如果我们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老子的这段话，也能读出极为深刻的制度批判与制度理想。现代社会的制度设计常常从上而下，期待通过制度规范行为，然而老子显然是不认可这种路径的。他的思路是从下而上，通过个体修德、家庭传承，进而影响到地方、国家乃至天下的秩序。这种逻辑要求制度建设不能脱离人本，也不能期望通过权力工具直接塑造社会风貌。一个政权若想要真正获得民心，不在于它有多强的执行力，而在于它是否真正形成了一种丰厚的德之氛围。这种氛围靠的是政者自身修德，上行下效，风气渐成，而不是靠政令即下强制推行。修之于邦，其德乃丰，是对一个国家治理质量的最高评价。而这份丰是因为它积累了从身家乡一步步生长起来的德行，不是突兀而来的命令。这也提示我们，当今社会中很多制度之所以难以为继，不是因为执行不到位，而是因为德不配位。换句话说，就是制度没有对应的伦理基础。它不是人之德性所生，而是权力机制所造，自然就缺乏生命力。在所有这些层级中，老子最后落脚在修之于天下，其德乃普。这是一种终极愿景，也是一种制度理想。我们或许无法立刻让天下普德，但我们可以从自身做起，修身齐家竞相为邦，直到有朝一日，这种德的连锁反应能够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。紧接着，老子给出了一段极为精妙的总结：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这个方式看似重复，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对照法与类比思维。它不是让你用一种抽象的理念去判断他人，而是让你回头看看自己，自己怎么修身，再看他人修身是否合理，自己家怎么维系，再判断他人之家是否稳固。这种判断方式不是道德批判式的，而是同理与映照式的。一个社会若能以此为则，就不会陷入互相攻击与价值撕裂中，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也是他人的问题，自己的德行也决定着能否理解他人。这也是自我修养的另一重维度。在当代社会中，尤其是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环境下，人们往往太快去评判，太少去关照自身。老子的观身、观家、观邦、观天下的逻辑，其实是一种慢下来的提醒，是让我们放下喧哗的外部声音，重新对照自己，以己之所行推知他人之所行。这不是封闭的自守，而是一种具备反思力的修身态度。最后，老子以一句看似轻描淡写却意味深长的话作结：吾何以知天下然哉？以此，老子说他之所以知道天下可以如此有序，是因为这整个修德路径从他自己身上开始就已经验证了。他不是用预设的理论判断天下，而是以身正道，再以身观天下。这是一种极为本体化的哲学观，也是最具可实践性的社会观。
我们若将这章的内容用于当代语境下的自我修养与社会构建，其核心信息其实非常明确。任何想要建立稳定工作环境、维系良好家庭关系、塑造合理制度、构建有序社会的努力，都不能脱离最基础的个人德性建设。没有这一点，所有的努力最终都会流于表象。而一旦个人之德真实扎根，一切外部秩序将如水到渠成般自成其道。至此，我们已经随着老子的节奏，从身到天下，走完了一次完整的德性扩展旅程。然而，老子接下来的章节却并没有停下来，他马上将视角从这种递进的秩序结构中转向对强势治理逻辑的警惕。在下一章中，老子将用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揭示政者以道治与以利治之间的区别。我们将看到，真正危险的不是强政，而是强政之下德之空虚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